我想先带你看一个画面。2000年前，在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边，汉朝人叫它北海，一个男人独自站在冰天雪地里，身边只有一小群羊。天地之间白茫茫一片，湖面冻得像铁，朔风卷着雪粒子打在他身上，方圆几百里没有第二个人。他的手里拄着一根光秃秃的木杖，那不是普通的杖，那是汉朝使节的荆节，是代表国家的信物。荆节上原本缀着一层层牦牛尾，如今全掉光了，只剩一根空杆子，因为他在这片雪原上已经待了太多年。匈奴人对他说：投降吧，给你高官，给你美人，给你满山的牛羊。他不肯，1年不肯，10年不肯，19年还是不肯。汉书用短短13个字记下了这个画面：杖汉节牧羊，握起操持，睫毛尽落，拄着汉朝的荆节牧羊，睡觉起身都紧紧握着，握到节上的毛全部落尽。13个字的背后，是一个人用整整19年的孤独，跟一个草原帝国僵持到底。这个男人叫苏武，他的故事就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击传体断代史班固的《汉书》里。今天20分钟，我带你读完这部书，看一个王朝200年的兴衰，也看一群把脊梁挺到底的人。先说这本书和写书的人。《汉书》的作者班固是东汉人，写史是他们班家2代人的执念。父亲班彪觉得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只写到汉武帝，后面的历史没人接，就动手写续篇，可惜没写完就去世了。班固接过父亲的书稿，立志为整个西汉王朝修一部完整的史书。这条路差点要了他的命，有人向朝廷告发他私改国史，班固被抓进大牢。他的弟弟班超就是后来投笔从戎的那位班超，骑着快马赶到京城，上书替哥哥申冤。汉明帝读了书稿，非但没治罪，反而让他专心修史。此后20多年，班固就在兰台的灯下一字一字写成《汉书》的主体。可惜书未写完，他晚年又受权臣案牵连，死在狱中。剩下的八表和天文志由他的妹妹班昭等人接力补完。父亲开头，儿子主笔，妹妹收尾，一部《汉书》是一家3代人用命写成的。为一部书赌上一家人的命运，这就是中国人对历史2字的敬畏。班固自己说，这部书起源高祖，终于孝平王莽之诛，时有2世，230年，从刘邦开国写起，一直写到王莽覆灭，12世皇帝，230年，一个王朝完整的一生。他与《史记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并称前4史，是后世一切断代史的范本。从此一个朝代落幕，后人就为他修一部史，盖棺论定。这个延续2000年的传统，正是从班固手里开始的。接下来我们就翻开它，从这个王朝的第一页读起。故事要从一座城说起。西汉的都城长安，在今天的西安，城墙周长20多公里，宫殿建在高高的夯土台基上，屋檐低平舒展，大街笔直的像用尺画出来的，车马行人从4面8方涌进城门。在那个年代，它和罗马是地球东西两端各自最伟大的城市。未央宫的前殿巍峨压城，东西两市商贾云集，连西域来的驼队都要在这里卸下货物。可你很难想象，建立这座帝都的人出身有多平凡。刘邦，沛县人，年轻时只是个小小的泗水亭长，说白了就是基层小吏，好酒好色，游手好闲。有一回他到咸阳府劳役，正好撞见秦始皇出巡，仪仗浩浩荡荡，人群里的刘邦看呆了，长叹一声，嗟乎，大丈夫当如此矣，哎，大丈夫就该活成这个样子啊。谁也没想到，这句感叹竟成了预言。秦末天下大乱，刘邦起兵，先入关中，又在楚汉相争里硬是熬垮了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。后来有人问他凭什么得天下，他说得很坦白，论出谋划策，我不如张良；论治国安民，我不如萧何；论带兵打仗，我不如韩信。可这3位人中豪杰都肯为我所用。西元前202年，这个前半生一事无成的中年人登上帝位，定都长安，国号汉。一个布衣出身的天子，一个延续400年的王朝就此诞生。我们今天自称汉人，写汉字，说汉语，源头就在这里。王朝刚建立的时候，其实穷得叮当响。连年战乱之后，天下凋敝到什么程度？皇帝出门想凑4匹毛色一样的马拉车都凑不齐，将相只能坐牛车上朝。怎么办？
汉初的皇帝给出的答案是2个字：休息。特别是文帝、景帝父子2代奉行与民休息，赋税一减再减，田租最低降到1/30，徭役能省就省。皇帝自己带头过苦日子，汉文帝想修一座露台，一算要花掉相当于10户中等人家的家产，摇摇头不修了。他常年穿着粗布衣裳，最宠爱的夫人裙子都不许长到拖地，临终前还交代丧事一切从简。皇帝把日子过得比平民还省，省下来的全是百姓的元气。就这样安安静静过了几十年，天下富成了什么样子？《汉书·识货志》记下一个近乎夸张的画面：京师之前累百居万，贯朽而不可校；太仓之粟沉沉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腐败不可食。京城国库里的钱堆积如山，连串钱的绳子都朽烂了，多到没法清点。国家粮仓里的米，一年压着一年，满到溢出仓外，露天堆放，最后堆到腐烂都吃不完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，中国第一个治世。而这座堆满钱粮的仓库，即将交到一个雄心万丈的年轻人手里。西元前141年，16岁的刘彻即位，他就是汉武帝。这个少年接手的是祖父和父亲攒下的万贯家底，而他的志向是把大字刻进这个王朝的名字里。对内，班固在《汉书》里写他孝武出力，卓然罢黜百家，表彰六经，独尊儒术，设立太学，从此读书与做官接轨，儒家成了此后2000年中国的主流思想。他又统一铸币，盐铁灌银，把财权牢牢收归中央。顺便说一句，我们今天讲的年号也是从他开始的。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建元就是他定的。对外，他要解决一个缠绕汉朝70年的噩梦——匈奴。从汉初开始，北方草原的匈奴铁骑就像悬在头顶的刀，动不动南下劫掠，汉朝只能靠和亲与财物换取和平。当年开国皇帝刘邦亲征匈奴，反而被40万骑兵围在白登山上7天7夜，差点回不来。这个耻辱，汉朝整整记了70年。年轻的汉武帝说：“够了。”这口气他不想再忍。他在位54年，把汉朝的疆域几乎扩大了1倍，也把王朝推上国力的最高峰。后人提起他，总会说4个字：雄才大略。可雄图的背后是国库建空，民力疲弊。班固在书里没有替他遮掩，照样一笔一笔记了下来，这就是史家的笔。接下来的3个故事，张骞、卫青、霍去病、苏武，全发生在他和他之后的时代，也全都绕着同一个名字——匈奴。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使者。汉武帝听说西边有个叫大月支的国家跟匈奴有灭国之仇，就想派人穿过匈奴的地盘去联络他们，东西夹击。这是一张单程票，没人知道西边有什么，去了能不能回来。一个叫张骞的郎官站了出来：“我去。”西元前139年，张骞带着100多人持节西行，一头撞进匈奴人手里，一扣就是10多年。匈奴人给他娶妻生子，想磨掉他的心智，可他始终留着手中的汉节。在草原的帐篷里熬了10年，他没有一天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。后来他瞅准机会带人逃走，不是逃回汉朝，而是继续往西，翻过雪岭，终于找到了大月支。等他回到长安，已是出发13年后，当初的100多人只剩下2个。夹击匈奴的盟约没谈成，但张骞带回了更珍贵的东西，整个西域的情报。大渊、康居、大夏，一个汉朝人闻所未闻的世界，被他用双脚走了出来。班固在《汉书》里评价：然骞凿空，诸后始王者皆称博望侯，凿空像凿开一座大山一样，把通往西域的路硬生生凿了出来。后来的使者出使外国，都得打着他博望侯的名号，人家才肯信。从此，一条改变世界的路打开了。驼队驮着丝绸从长安出发，翻过天山，走向中亚、波斯和罗马。葡萄、石榴、苜蓿、胡桃，还有大渊的汗血宝马，沿着这条路走进中国。你今天餐桌上一串普通的葡萄，在2000年前是有人用命换回来的稀世珍宝。后人给这条路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——丝绸之路。通西域是伸出去的手，真正的硬仗还得靠刀。第二个故事属于2个军人。第一个叫卫青，他的出身比刘邦还低，私生子，从小被人当牛马使唤，长大了做骑奴，给人牵马。可就是这个牵马的奴仆，后来成了大汉的大将军。从西元前127年起，卫青7次率军出塞，夺回河套，深入草原，打
打得匈奴节节北退。长安城里那些笑他出身低贱的人，全都闭了嘴。他立了天大的战功，却为人谦和退让，从不结党要民。一个从最底层爬上来的人，把谦卑刻进了骨子里。第二个是卫青的外甥霍去病，一个天才少年，18岁第一次出征，就带着800轻骑脱离大军，奔袭几百里，斩捕匈奴2000多人，封冠军侯。19岁指挥河西之战，打通河西走廊。汉武帝要替他修府邸，他拒绝了，留下那句千古名言：匈奴不灭，无以加魏也。匈奴还莫消灭，要加做什么？西元前119年，漠北决战，霍去病率军深入大漠2000多里，一路追到匈奴人的圣地狼居胥山，登山祭天。汉书写他封狼居胥山，单于孤雁，登临瀚海。封狼居胥从此成为中国军人2000年来的最高荣耀，而站在山顶的那个人才20出头。可惜天妒英才，2年后霍去病病逝，汉武帝为他修了一座形如祁连山的坟墓，让他永远守着自己打下的河西走廊。经此一战，匈奴远遁，大漠以南再无王庭，悬在汉朝头顶70年的那把刀终于被打落了。刀剑打出了国威，可《汉书》里最震撼人心的不是将军，而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使者。第三个故事，苏武牧羊。西元前100年，汉匈关系缓和，汉武帝派苏武持节出使匈奴，护送扣留的匈奴使者回国。谁知道副使卷入匈奴内部的一场叛乱，整个使团被扣。单于看中苏武的气节，偏要他投降。苏武的回答是拔刀自尽，被救回来，气绝半日才苏醒。连丹于都被震动了，越发想收服这个人。降将卫律奉命劝降，他当着苏武的面杀了一个人，又举剑对准苏武的脖子，不投降就是这个下场。苏武纹丝不动，卫律只好换上笑脸：我归降匈奴，封王赐爵，牛马满山，富贵享之不尽。先生今天降了，明天就跟我一样。苏武抬起头，骂得他无地自容：你身为汉臣，背叛君主，抛弃父母，跑来蛮夷之的做叛徒，我限你做什么？劝降不成，就用酷刑。匈奴人把苏武关进地窖，断水断粮。天降大雪，汉书写道：吾卧孽，雪与毡毛并咽之，数日不死。他躺在窖里，嚼着雪，和着毡毛一起吞下肚，几天过去，居然没死。匈奴人惊了，以为他是神，阴的不行就来魔的。匈奴人把苏武扔到北海边，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，丢给他一群公羊，等公羊生了小羊，就放你回汉朝。他饿了，就挖野鼠藏在洞里的草籽充饥，可手里永远握着那根代表汉朝的荆节，睡觉也抱着，节上的牦牛尾掉光了也不放手。这一守就是19年，壮年出去，白发回来。匈奴给他高官，给他美人，他只有4个字：至死不降。公羊怎么可能生小羊呢？这是单于的算计，要么你低头，要么你死在这片雪原上。可他没算到，世界上真的有人把忠这个字看得比命还重。在苏武守着荆节的那些年，北海边来过一位故人李陵。李陵本是汉朝名将，率5000步兵硬汉匈奴8万骑兵，渐进粮绝，兵败投降。单于派他来劝苏武：你的兄弟都获罪死了，母亲也去世了，妻子已经改嫁，人生如朝露，何久自苦如此？人这一生短得像清晨的露水，你又何必这样长久地折磨自己？苏武只是摇头：要我投降，除非我死。李陵流着泪走了，临别长叹：嗟乎，义士！这世上竟真有这样的人。而李陵这个名字还改写了另一个人的命运。当年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回长安，满朝痛骂，只有太史令司马迁替他说了几句公道话。汉武帝大怒，把司马迁下狱，处以最屈辱的腐刑。司马迁一度想死，可他想起父亲的遗愿，想起默写完的史书，硬是咬着牙活了下来，在灯下写完《史记》。班固在《汉书》里评价他不虚美，不隐恶，是一部实录。你看，《汉书》记下了司马迁的痛，而《汉书》自己正是踩着《史记》的肩膀写成的。史家的火种就这样一代传一代。西元前81年，汉匈和谈，匈奴晃称苏武已死。汉史将记就记，我们的天子在上林苑设下一只大雁，雁足上系着帛书，写着苏武还活着。单于只好放人。苏武归汉，
汉书写他时已强壮出，吉旋，须发尽白，出发时正当壮年，回来时须发全白。长安百姓全城出迎，看着这个拄着光秃金节的白发老人，无不落泪。19年，他把自己活成了气节这2个字。故事讲到这里，你也许以为汉匈之间只有刀光剑影，可大汉的边疆最后是靠2样东西安定下来的，一句狠话和一把琵琶。狠话出自将军陈汤，匈奴分裂后，置之单于杀害汉室，远遁中亚。西元前36年，陈汤假传诏令，千里奔袭，阵斩置之，然后再给朝廷的上书里留下了大汉最霸气的一句话：民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，胆敢冒犯强汉的，再远也一定诛杀。琵琶抱在一个女子怀里，置之死后，呼韩邪单于彻底倒向汉朝，亲自入朝请求和亲。西元前33年，远嫁的不是公主，而是一个后宫女子王昭君。她主动请行，抱着琵琶骑马出了长城。匈奴人尊她为宁胡恶氏带来安宁的王后。塞外风沙里，这个女子用自己的一生换来汉匈边境积10年的和平。汉书记载，那之后边塞的城门到天黑才关，牛马散满原野，几代人莫再听过烽火的警报。可是外有昭君安边，朝廷的里子却在一步步烂掉。西汉末年，外戚王氏把持朝政，一个叫王莽的人靠着谦恭的名声步步高升，最后索性踢开傀儡，自立为帝，改国号为新。西元8年，立国210年的西汉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亡了，不是亡于匈奴的弯刀，而是亡在自己人手里。今天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草原上，还留着一座青色的土丘，相传是昭君长眠的地方，人们叫它青冢。黄昏时分，草色苍茫，所有的帝王将相、使者家人都已化作尘土，只有史官笔下的字替他们活了下来。这就是《汉书》最后想教我们的一课。一个王朝再强大，也会走完它的230年。刘邦的雄心，文景的苍岭，汉武的铁骑，最后都敌不过时间与人心的锈蚀。真正能传下来的，从来不是权力，而是人，是张骞凿空的那条路，是霍去病封狼居胥的那座山，是苏武手里那根光秃秃的荆节。功业灰塔，气节不朽。班固一家3代人用一生写成这部书，就是想告诉后人，你这一辈子怎么活，10笔都会记得。回头再看一眼苏武吧，他没打过一场胜仗，没开过1寸疆土，可2000年来，每当这个民族走到最难的关口，人们想起的总是北海边那个拄着荆棘的身影。所谓脊梁，就是在所有人都觉得低个头也没什么的时候，偏偏有人不肯低头。如果今天这趟大汉之旅让你有收获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我每周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经典。下一集，我们从金戈铁马的大汉走进晚明文人的精致梦境，张岱的陶庵梦忆，看繁华落尽之后，一个人怎么用回忆取暖。最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《汉书》里这些人，宁死不屈的苏武，封狼居胥的霍去病，凿空西域的张骞，琵琶出塞的昭君，哪一个最打动你？为什么？我们下集见。